200多斤的梅大勇做梦也没想到，有一天警察会找上门来。一直以来，梅大勇都觉得妈妈是个有大本事的人，她在美国有路子能够赚到大钱，而自己只需要在国内把她的美元换成华夏币，然后享受荣华富贵就行了。至于妈妈的钱来路正不正，以及自己私底下换汇犯不犯法，他根本就懒得操那份心。于是他一脸诧异地问警察：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涉嫌洗钱？我洗什么钱了？警察冷声道：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，你和你弟弟所拥有的所有资产都是通过违法换汇获取的非法所得，而且我们也有证据证明你在为一个境外犯罪组织洗钱。啥？梅大勇一脸不屑地说道：我们家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妈辛辛苦苦挣回来的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非法所得了？警察皱了皱眉，开口问他：你对法律难道就没有一点了解吗？梅大勇立刻高声道：怎么不了解？我可是守法公民，我不赌不骗不偷不抢，你凭啥说我犯法？警察知道跟他无法沟通，便对身边的手下说道：把人带走，另外进去看看梅二勇和张富贵在不在，再就一并抓了带回去审。几名警察迅速冲进别墅，不出5分钟便将一脸懵逼的梅二勇以及瑟瑟发抖的张富贵带了出来。张富贵便是梅玉珍的丈夫，当年一贫如洗的时候，梅玉珍跟人去了美国，他就在家拉扯2个孩子，后来梅玉珍赚了大钱，愈发瞧不上他了，就逼着他把2个孩子的姓从姓张改成了姓梅。张富贵窝囊一辈子，穷了一辈子，那时候刚靠着梅玉珍过上富足的生活，深切地感受到了有钱的好处，所以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回去过穷苦日子，所以为了活得轻松一点，他便答应了梅玉珍那看似有些过分的要求。这些年，张富贵跟梅玉珍的婚姻虽然已经名存实亡，但他靠着梅玉珍赚到的财富也是过足了有钱人的瘾。平日出来进去都开着一辆宝马 X7， 没事也经常跟一些同龄或者小他几岁的中年妇女鬼混在一起，平日被那些中年妇女好生恭维伺候着，日子过得好不舒坦。越是这样，见到警察也就越紧张。张富贵的2个儿媳眼见自家老爷们和公公都被警察抓了，又惊又怕，连忙追出来询问情况。大儿媳有些泼辣，不顾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，往地上一坐，便撒泼打滚道：你们凭什么来我们家抓人？是不是看我们家过得好了，你们心里不痛快？你说到底是谁让你们来的？为首的警察冷声道：我警告你，他们3个现在都是犯罪嫌疑人，我们要带走调查，你最好不要干涉我们执法，否则的话就是妨碍公务，妨碍公务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大儿媳不依不饶，哭着说道：你不要欺负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，今天你们想当我的面把我家人带走就是不行。为首的警察表情严肃地说道：我告诉你，他们3个现在涉嫌的是洗钱罪，而且据我们掌握的证据，他们涉案金额极高，案情非常重大，按照刑法规定，至少要判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名下所有的存款、现金、房子、车子，据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，无一例外全是非法所得。后续我们也会依法对这些资产进行查封，如果你和他们的其他家人在这个阶段对非法所得进行转移的话，根据刑法规定，这属于明知是犯罪所得还予以窝藏，转移是要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的。如果情节严重，将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所以我警告你，
一定要老老实实配合我们的调查，否则的话就是自己害了自己。大儿媳妇一听说自己都有可能要被判刑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二儿媳性格软弱，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整个人已经吓得瘫在地上。大儿媳此时也失去了刚才的那股泼辣劲头，连忙哭着问警察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你把我们家的老爷们儿都抓了，我们孤儿寡母的不就只能等死了？警察立刻说道：你放心，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社区居委会，对你们的情况给予关注，但你没有任何生活上的需求，居委会一定会帮助你们解决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一定要先了解什么事情是合法的，什么事情是违法的。你们家里已经有3个犯罪嫌疑人了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再把自己推到违法犯罪的道路上。说罢，警察立刻对身边的人挥手道收队。众人立刻应了一声，将父子3人警车带往警局。眼看多辆警车呼啸着离开，二儿媳也哭得梨花带雨，连忙问大儿媳道：嫂子，咱现在可咋整啊？大儿媳也吓傻了，喃喃道：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长这么大，刚才还是第一次跟警察说那么多话。二儿媳忙道：嫂子，赶紧给咱妈打个电话吧，这件事得让咱妈拿主意啊。大儿媳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说道：你说的对，赶紧给妈打电话，我现在就给她打。说罢，她立刻掏出手机给梅玉珍打了过去。梅玉珍贴身留着的这台手机是她专门用来跟家里人联络的，只有家人才知道她的这个手机号。她还以为又是大儿子打来的电话，低头一看，发现来电人竟然是大儿媳，当即不由得皱了皱眉。她一向不太喜欢自己这个大儿媳妇，觉得这个大儿媳性格泼辣、强势，甚至还有些愚蠢。不过当时也是肚子里怀了儿子的种，再加上她抱孙子心切，于是也就默许了这桩婚事。可她心里对大儿媳的不满，却随着自己的钱越赚越多而不断加重。刚才他想让大儿子换个老婆，并非只是说说而已，他是真有这个打算，只是之前一直没腾出手来去干涉这件事情。而他原本打算等退休回国之后，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大儿媳妇赶走。现在他看到大儿媳打来电话，本能地认为一定是自己刚才跟大儿子所说的事情被他听到，现在他打电话来找自己兴师问罪了。于是梅玉珍接通电话，语气便很不友善地质问道：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干嘛？不知道我这边是大清早吗？大儿媳哭着说道：妈，咱家出大事了，大勇、二勇还有爸都被警察给抓走了。